Hello， 大家好，我是 Apple。今天的视频呢，想跟大家来做一期618的数码好物分享啊，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用或者是被种草的一些好东西。首先第一个是我前段时间刷微博就被不少数码博主种草的，然后呢我自己就到某东上去买了一个回来。一直没有现货啊！我等了小半个月才等到，就是这个闪级的 Retro 35瓦的充电器。打开包装是一台迷你的计算机啊，出现在你的眼前。它非常的可爱，而且是不是很有年代感？整个造型呢，还原了1984年传奇的苹果电脑麦金塔。屏幕上这个笑脸呢，还致敬了 Apple 最经典的设计。一些小细节它也有保留的，像是这个软键盘的接口，然后还有苹果 logo 应该在的位置，还有电脑的一些出风口、散热当然这些都只是装饰。除了复古怀旧的造型之外，它的屏幕还可以根据充电状态来变色哦。充满电之后呢，屏幕会自动熄屏，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随机呢还附赠了贴纸但是我的贴纸呢不知道去哪了，搞不见了，但没有关系其他新买那些呢都会有贴纸的不过这么好看的一个充电头，大家买了一定要记得放在桌面上充电千万不要给它塞到桌底下，太浪费了。我买的时候呢，直接买了一个套装，就再加一条 USB to C 的 Lightning 的线多了40块钱，但好像没有什么必要单独买充电头就可以啦。下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 Anker 的充电设备也是我自己瞎买的，囤着来用的但是最后用着觉得真不错。首先呢，这个能量棒属于实用类型的，它既是一个充电宝，同时也是一个充电器2合1，支持20瓦的 PD 充电电池容量呢是5000毫安时。这个电池容量对我来说呢，其实刚刚好，你再大一点，我就会闲成不愿意带它出门了。基本上充1个晚上呢，给设备充满电之后呢，充电宝自己是可以自充的，就会少了一步单独你还得找线给充电宝充电的步骤。Maggo 磁吸的充电宝这个也是 Anker 的，我看到好多人在推荐，所以我自己也买回来了这个也是5000毫安时的电池，能帮你浅浅的解决一下生活中的续航焦虑。这个充电宝呢，吸附真的非常牢固，而且不管你怎么样去抖它，它都不会掉除非你太闲了。我买的这个呢是白色带支架款的颜值呢属于这种简单耐看的那种，但是呢就是这个支架稍微有一点点软塌如果你大力去搓屏幕的话呢是会有轻微的摇晃的。建议的小伙伴呢可以选不带支架的版本，无线充电好为名建议大家都积极跟上。这是我最近新买的 Pitaka 的平板支架。我之前呢其实是比较少用平板支架的，因为我觉得给 iPad 买的保护壳是可以充当支架功能的。但是直到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来越有健康意识意识到总是低着头看平板会对脊椎非常的不好，所以呢还是得从日常的小习惯开始调整。Pitaka 的这个呢，它是兼备一个无线充电底座功能的平板磁吸支架可以360度这样旋转，然后它这个轴呢还可以这样子上下调节角度基本上都能很好的覆盖到你日常使用 iPad 的状态。不过这个支架不能够平放所以如果你还是要平放来用的话呢，那还是取出来吧。底座呢是一个15瓦的无线充，平时耳机手机都可以直接放在这上面充电。整体来说还是一个蛮有质感的平板支架，它的材质呢还是凯夫拉的，摆在桌面上呢也是一个颜值在线的装饰估计视频前的各位小 gay， 如果你们女朋友给送了这么好的一个礼物，你们一定会很开心吧？什么？没。魅族现在呢是貼定心水要把潮牌 Panda 给做起来所以你也会看到最近出了好多的周边，主要的业务手机就不知道哪去了。
靠着 Panda 稍微平凡了那么一丢丢，就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咱就是说啊，活下来最重要。前段时间呢，我就收到了魅族的全家桶啊，只不过是小的啊，小全家桶，有积木，还有音响，还有妙磁无线充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拼奇熊猫大手办积木啊，这名字略拗口啊，那我们就喊它大积木吧。大积木刚到的时候就被工作室里的小伙伴抢着去拼，果然，男人至死是少年。打开盒子之后呢，会发现跟乐高有大同小异之处啊，也是一本厚厚的说明书，一袋袋的小积木啊。但这拼完之后好像这没什么可玩性啊，就是一个不错的桌面摆件。2号选手来了。Panda 和猫王联名的白金独角兽音箱，而讲道理，说实话，这个设计还真是挺不错的。Panda 家做的东西呢，其实颜值还是蛮在线的。拿在手里呢，这个音箱啊，略微有一点点沉，比较有分量。顶部呢，它是一个全金属的控制台啊，都是一些金属的机械旋钮啊、按钮的设计。上面呢，这还有一个小提示啊，就是说这个旋钮呢，它是精密易损器件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音质呢，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啦，毕竟是声学大厂猫王和魅族联名出品，大可放心。还有它这个酷炫的 RGB， 就路过的人浅浅的瞄一眼，肯定都想问你要个链接。风轻轻，我听见你声音，你对着我叮咛，要注意自己的心情。雨轻轻，我听见你声音，你拿着伞靠近，为我遮着风，挡着雨，一点点想哭泣，一点点想着你，你的爱很真心，我总依赖着你的记忆。3号选手来看一下啊，又是一个续命的东西啊！我今天好像推了蛮多的充电设备的啊，大家莫怪。Panda 的妙磁充电呢，最高支持15瓦的15瓦快充，不过最近好像又出了新的款式啊。一开始呢，我以为它的正反面都这么有设计，应该是2面都可以充电啊，但其实不是，只有红色这一面可以哦，绿色这一面呢，其实就是一个背面。背面整那么好看又不能用，难不成只可远观不可把玩啊？不过魅族啊应该也想到了，所以贴心的啊给你准备了一块磁吸，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收纳起来挂着啊，是不是为你凌乱的桌面增添了一抹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今年开始呢，我们的场景呢是有些许的变化的。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拍摄间啊，就这个位置呢，其实一直缺一台显示器。那之前呢，我们用的就是一台非常老旧的一台 LG 啊，这台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型号是啥？24MP58VQ 啊，应该是很有年代感的了啊。我们怎么那么穷啊？真的是受不了了，赶紧把它给丢掉啊，换一台新的。我在选购的时候呢，我的想法首先就是一定要好看，颜值要高，最好呢是粉粉嫩嫩的，而且屏幕呢不用太大啊，最好还有高刷，哎，偶尔还能摸鱼来打游戏。内置音响啊倒不必，我有 Panda 嘛。分辨率呢2K 以上就好了。经过我仔细斟酌，来回琢磨，最后挑选了这一台。这一台爱公 AG275QXR 显示器呢，其实在后面了。27寸的2K 屏，94%的 DCI-P3 色域，再加上170赫兹的高刷，日常摸鱼打游戏啊，很够用啦。背面呢还有电竞少女必备的氛围灯，呜呼，帅的。
机身呢还有2个 HDMI 2.0的接口，2个 DP 1.4的接口，2个 USB 3.2跟1，彩整整。平时连上 PS5 或者是 Switch 啊，接口充裕，那我就可以一会儿玩 PS5，一会儿玩 Switch。哎。再搭配上我粉粉嫩嫩的键盘和鼠标，粉粉嫩嫩的键盘和鼠标，啊，这鼠标好像不太适合打游戏啊，换一个。哎，这个就舒服多了。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冷门小众一点的 NS 游戏啊，超级阈值 Superliminal 啊，这个游戏其实我之前在微博就有分享过，它在 Steam 平台上也有啊，但估计不是热门的游戏，所以知道的人会比较少。不过在这里我真的强烈推荐。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梦境里啊，一天凌晨你还开着电视，但不小心睡着了。你记得自己啊睡着之前是瞥见了一个梦境治疗项目的广告，但当你睁开眼的时候呢，你已经被困在这个梦境里面了。这时候呢，你要想尽办法去逃离这个梦境，让自己快点醒过来。但在这个世界里面，按照你原本的那一套思维逻辑，你会发现很多路都是行不通的，只有跳出固定的想法，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这个算是益智解谜类的吧，但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治愈的游戏。属于通关完之后呢，会有拨开云雾见天明，守得云开见月明，顿然醒悟的感觉啊。反正我自己玩到最后吧，我是有点眼眶湿润的。我推荐了我身边一些朋友去玩这个游戏啊，但他们玩着玩着会感觉有点背后发凉啊。但我保证它肯定不是一个恐怖游戏，大家大可放心。史低的时候呢，建议冲，安利给大家。好啦，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其实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跟大家碎碎念啊，啰啰嗦嗦一些东西。也不知道大家618有没有什么想买的，或者也被人种草的东西啊，也可以安利给我哦，在评论区和弹幕尽情的留言吧。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别忘了1键3连哦，别忘了3连，别忘了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么么哒。